那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这个越努力越累，是中年危机还是灵魂觉醒哈？好，那我现在讲一件事，大概应该在明年初在今年年底、明年初，那许医师会出一本新书。好，那目前我是请 Lina 去做文字的执笔，那我给她大纲。那这本新书的书名叫做《越老越有用》。好，那我从这个主题再切入，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部分，也跟等一下的工作坊其实是相连的。好，举例来讲，像我们讲糖尿病或血糖上升，大家知道一个人到了60、70岁以上，好，因为大家知道许医师以前是家医科的医生，我是健检科的医生。好，专门在做健检，专门在帮大家解释健检报告的，好，家医科医生，这是家医科医生的专业。那其实60、70岁以上的人，血糖略为超标是非常常见的。好，60岁以上的人，血糖略超标是非常常见的。就像刚许医师讲，好，如果健检医生跟你说你有脂肪肝，各位你不要太讶异，因为全台湾大概多少人？大于2/3的人都有脂肪肝，在座几乎每个人去验，几乎每个都会有。好，那个嘟嘴的同学你一定有，我看你脸胖胖的就知道，所以脂肪肝不用看腹部超音波，看脸就知道了哈。大于2/3的台湾人都有脂肪肝。刚我提到，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好，大部分是都吃得很好，那所以现在食物越来越贵嘛。好，听说现在大家吃饭越来越有感觉，各位那就吃少一点吧，好不好？好，用吃少一点来降低通膨，你们觉得怎么样？好，用吃少一点来降低通膨，好，用你的吃少就把通膨给怎么样？抵消掉了，然后再加上运动，好，再加上饮食的均衡，可能你不但可以省了荷包，又可以恢复什么？健康，恢复健康。好，那回到刚刚讲这本书叫《越老越有用》，那基本上许医师想创造一个社会氛围。好，什么叫社会氛围呢？简单来讲，大部分人在潜意识里面，第一个会怕老，第二个怕老了之后身体容易什么退化，再来容易什么？生病。那在西方世界更怕什么？比如说帕金森氏症，比如说老人痴呆，比如说所有伴随老年所带来的一个文化社会性的概念叫什么？越老越没用。好，台湾话就是什么？吃老的没路用啊！各位，我的水跟咖啡都没有。好。吃老的没路用啊！来，你会听到很多老人家几乎变口头禅。好，简单来讲，当这个东西是你的口头禅，它就会是你的潜意识。来，比如说各位，你可能有口头禅，没有人会爱我啦。你可能会有个口头禅钱不好赚啦。你可能会有个口头禅，我长得不好看。来，各位，所以你们要从你们的口头禅去觉察你们的什么负向的核心信念。对，负向的核心信念，没有人会爱我啦，好，没有贵人会来帮助我啦，好，然后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对，这世界会越来越糟。好，所以你们要从你们的精神思维习惯来觉察你们的什么负面核心信念。来，我常听很多，比如说举例来讲，很多离了婚或适婚的年龄的人，常常会口头禅挂一句话，这个比如说好男人都死光了，好男人不多。来，各位记得这就是你的什么信念。那信念会什么？创造实相，而且信念会带来感受。来，那个想要引体向上跟前空翻的人进来了哈。
对，怎么翻嘛？就一块肉掉在地板上，这样怎么翻？好，好，所以刚讲，哈，当变成你的口头禅，刚讲适婚年龄的人觉得，哎，好男人都死光了。以前一个顺口溜大家记得嘛？好，一个还没出生，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找不到什么之类的。好，来各位，这就是你的信念。好，还有另外一个信念也是一样，钱越来越难赚。它可以是个现象，它可以是个现象，它也可以是个事实。来，各位明白吗？来，钱不好赚是个事实。来，跟我讲一遍。它可以是个事实，我不否认这一点。以赛斯心法来讲，我们也不否认这一点。钱不好赚是个事实，人越老越没用也可以是个事实，它也可以是个现象。所以我们要记得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现象，一个是什么事实。来，钱越来越难赚，人越老越没用。来，它是不是可以是个现象？它可不可以是个经验？不管是你的经验，还是你周遭的亲朋好友的经验，所以各位，它是三个东西：一个是现象，一个是经验，一个是什么事实。来，这三个句话你们要记起来。啊，这就是我的经验呐，这就是我的亲身体验呐。它是一个经验，它是不是一个现象？是啊，越来越没用啊。以前随随便便可以跑3000公尺啊，现在跑30公尺就开始喘了啊。好，它是你的经验，它也是个现象，它也是一个什么事实？来，各位仔细听，这三个都存在。它是你的经验，它可能是你周遭的亲近的人的亲身体验。它不但是经验，还是体验。再来，它可能也是一个什么现象啊？它就是这个现象啊！啊，我就看到这个现象啊！我的眼耳鼻舌身都看到这个现象啊！啊，我就看到啦。再来，它可不可以是个事实？是，对你而言，它是一个事实。所以各位，这三个你们要记得。但是今天我们学赛斯心法，各位，好，当年徐师为什么要用心法？来，不好意思，徐师强调一下，赛斯心法这4个字是我定的。好，赛斯心法这4个字是我定的。好，在国外，没有赛斯心法这4个字，在国外称为什么 ？Source material， 赛斯资料。好，是为了在东方，华人的文化适合推广。好，所以赛斯资料听起来就不是很威嘛，对不对？听起来就不是很响叮当、很响亮嘛，没错嘛。好，所以徐师当年就把它改成什么？赛斯心法。好，所以这4个字是我定的。好，本人在下我就是你们眼前这个我啦，没有第二个我，就是我。好，这4个字是我定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想强调它的什么？刚徐师讲了，它可以是什么？越老越没用，钱越不容易赚。它可以是个什么事实？它也可以是个什么体验或经验啊？这是我体验到的啊，没错啊，我就是经验到了，这是我爸爸一辈子的经验啊。我爸一辈子都很辛苦，也没赚到钱啊。它也可以是个什么现象？来，现象很凶啊，吃到都没路用啊。对啊，老了就没用啊。好，皮肤就变皱啦，头发就变白啦。好，像我这个头发是这2天自己理的，有进步哈。我跟大家讲哈，我每次都理到一半，然后面我看不到嘛，后面我就盲剪知道哈，拿着剪刀去后面自己盲剪，然后剪的我自己觉得差不多的就喊太太赶快来帮我，所以他就被迫必须来帮我。所以通常我的后面就会，他就在被非自愿个案，大家知道心理治疗里面叫非自愿个案，就是出于被强迫这种方式。所以每次他都是非自愿个案，所以我的后面是他帮我修的。来给各位看一下，不怎么样，对不对？不错吗？不错是吧？因为他都是在不干，那个小妹妹已经
看头都转过来了哈。他是在不甘不愿的情况之下被我强迫的了哈。好，来，回到刚讲，越老越没用也好，中年危机或中年人开始身体变不行了，各种健康的指标都往下降了，它可以是个事实，它也可以是经验或你的亲身体验。来，各位，我们这个世界很喜欢想，那就是我的亲身体验呐。来，各位，你的亲身体验就是这个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来，各位听懂我意思吗？好，我们好像把亲身体验这4个字，讲得好像很威。我就有亲身体验呐，我亲身体验就是，天下没有好男人呐。我天下体验就是，女人要么就是喜欢你的钱，要么就是喜欢你的家世背景啊。哪有真爱？来，你们会讲，这就是我亲身体验。来，许师讲一个很好笑的一句话，各位记得亲身体验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亲身体验嘛。亲身体验不代表它一定得是对的，明白吗？但是对你的体验它是不是对的？它不但是对的，而且是真的，而且还蛮刻骨铭心的。来，各位明白，这是人生这场戏的意思。可是，来。刚许是讲到什么心法？那心法的意思是什么？信念创造实相的重要性跟地位，在这4者之上。个意思是说，是你的亲身体验又怎样？是你的经验又怎样？它是一个现象又怎样？它是一个事实又怎样？来跟我讲一遍，又怎样？因为心法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来创造什么？实相跟经验的。心法的目的是来创造你的亲身体验，它是来创造现象的，它是来创造经验，是来创造事实的。所以今天你所认为的事实，只是相对性的你所认知的事实。各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是在 priority， 就是它的先后顺序跟它的重要性的排序上面，你们要记得，信念创造实相的排序在这4者之上。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叫心法了吗？有没有开始有概念为什么它叫赛斯心法了？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告诉我，的确我经历到越老越没用啦，的确我经历到了人年纪大真的开始变得不好看不漂亮啦。各位，可是它依然是一个什么信念？它依然是一个信念。来，意思是说，信念的重要性，还有你的思考惯性、你的思维习惯的重要性，在这4者之上。各位，好，我们先确定这件事，因为我们忽略了赛斯心法最重要的那个心法的概念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各位，来，再讲个笑话，一样是当总统，总统看谁怎么当嘛。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人像川普当得这么威的嘛，当得这么乱搞的嘛，当得这么对立的嘛，当得这么自以为是的嘛。各位懂我意思？来，所以是总统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人嘛。来，我再讲一个笑话，同样是媳妇儿，比如说同样是媳妇儿，过年到了嘛，来，有没有些媳妇没有在鸟公公婆婆的？公公婆婆还要讨好他跟照顾他的，有没有？那有没有媳妇不断的讨好还被指责？有没有？所以各位，不是公婆的问题，不是媳妇的问题，是谁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精神惯性，有没有？各位，所以赛斯心法赋予我们最大的创造力。好，举例来讲，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当我们人到中年的时候，徐师也是，应该算到中年了哈。人到中年，到底是中年危机，越来越累，还是灵魂觉醒？各位，有可能都是啊，有可能都是啊。好，比如说徐师在今年也做了一些改变，我把我的行程，稍微弄得松一点，弄得松一点。昨天在看赛斯书的时候，其实看到有一段，其实可能以前就看到，但是以前知道就是眼瞎心盲了眼瞎心盲你看到，但是你没有入心。赛斯就跟鲁伯约瑟讲，生活绝对不能一成不变，生活一定要有一些变化。那徐医师因为是一个毅力很坚强的人，所以当我把自己排满的时候，我的行程表大概就是一成不变，而且不断的往前推进。后来我发现，这对我其实不好，这对我其实不好。所以我最近开始让自己有一些空档出来了，甚至在那个空档里面有点不知道现在要干什么。各位，我在这种感觉，我大概20-30年没有体验到了，不止大概30-40年没有体验到了。突然有一个空档，比如说突然有一天、2天或一个早上、一个下午空下来了，那这个空档可能以前是在做什么。对，比如说举例来讲，礼拜3早上以前就是排个案，现在把它取消掉了。那突然一瞬间，礼拜3早上起来，今天早上要干嘛？没事各位，那突然开始恐慌，没事突然开始觉得那现在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好，那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容许自己不是把所有的生活全都规律性的把它排好，是必要的。比如说赛斯就会建议鲁伯跟约瑟，1天、1个礼拜或1个月，纵使很忙，再怎么样1-2个月做一个短旅行。来，各位，什么叫短旅行？比如说台湾好了，你可以坐上捷运，坐上高铁，甚至不要预定你要在哪一站下车。那有点理解徐医师的意思，或是到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甚至要找一下路才会到。来，目的很简单，容许自己生活多一些什么变化。那当这些变化的时候，就是你的内我。来，各位，内我的智慧通常会趁着自我比较不紧绷的时候，通常会趁着自我比较不是按部就班的时候而闪现出来。好，内我的智慧通常在自我比较放松，那种放松有点像是今天早上没事要干嘛呢？要干嘛呢？通常在这种时候，内我的智慧会出来。OK， 所以回到刚讲，徐师最近在做一些生活作息的调整，他开始有一些时段，是我过去不习惯的，那开始会有一些变化。像我刚刚讲，今天一整天没事，那要干嘛呢？那要干嘛呢？对，好，那因为第一个，我太太是强迫症的人嘛，她一些东西都是很规律的。那第二个，我虽然是一个不是那么强调规律的人，可是因为我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甚至是一个把自己排得很紧的人，所以我的这个日常生活也太被规律化了。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可是当人在座每个同学，也许你都在一个生命的瓶颈，或是举例来讲，现在又要到年底了嘛，那年底的话，大家一定会思考一件事，去回顾你怎么走到今天的。那甚至往好笑的方向讲，你们会开始想要去算命，
去看2026年的运势或马年的运势。好，你会开始做一个心理过程，整理你的过去，展望你的未来。你会开始做一件事，你会开始问：人生如果从我现在到我死掉之前，我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或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或我是不是会有新的人生的方向或变化？各位，比如说亲密关系的改变，离婚或结婚；比如说工作的改变；比如说住家的迁移；比如说生活形态的改变。各位，好，来，我们请那个方美珍同学到前面来。好，他就是这个丁杠有名声，好，下杠有出名的，好，这个方美珍哈，来，方美珍就是各位常常在徐氏演讲当中提到，他本来是绿岛监狱的会计主任，后来是屏东监狱的会计主任，最后是屏东地检署。屏东地检署退休哈。那简单来讲，他在他64岁退休前1年去考心理研究所。好，那这种人就是很坏，也让他考上了。好，在64岁退休前1年去考心理研究所。好，那考上，因为还没退休嘛，因为60岁才能退休嘛，就考上之后就先办入学保留学籍。那没有保留，我先修一门课。先修一门课。请假去。先请假，先修一门课，然后等65岁真的届龄退休了，就全力以赴的全职实习去念这个心理研究所。然后念的多久毕业？3年。3年。3年半了。3年半，然后在70岁的时候，还是69岁？68。在68岁的时候考上国家心理师。来，我已经执业2年了。执业满2年。来，各位，当然第一个角度是他是个神经病。他完全是个神经病。你当公务人员工作几年？37年。工作了37年，好不容易挨到65岁，终于可以退休了。退休的人应该要干嘛？游山玩水，每天参加什么登山俱乐部，然后去这边含饴弄孙，对不对？应该要轻轻松松、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那这个神经病干嘛？他退休的65岁那一年，竟然去念。各位，不是那种去交朋友、缴钱去上的那种 EMBA 哈，是真的去念研究所的，那念了3年，68岁考上国家心理师，现在已经是正式心理师执业2年，他现在70岁了，来给他鼓掌。好，所以徐师先讲今天的主题，我先来破一个主题哈。你到底是要养老等死，还是你打算开展人生的第2生命？就是我们讲的第2青春期。但是第2生命不一样。来，比如说，大多数人会这样说啊，我老了啦，我累了啦。各位，但是他现在当心理师，他可不可以一个礼拜只工作2天？可以啊。他可不可以一个礼拜只工作1天？可以啊。他不是像以前一样，他必须每天上班下班打卡。他不是像每天过去一样，还要在乎主管给他打什么考绩。各位，所以徐师的意思是说，你到底是遭遇中年危机，还是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可以随时长出第2春，开出新的可能性？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逐渐的老化，逐渐的没用，逐渐的退休等死？还是你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全新的发挥，甚至是踏上全新不同的领域？各位，这是徐师要讲的。但是我没有说你们都要念心理研究所。好，我们的主任佩仪主任他是念社工研究所啊。对啊，他是念社工研究所啊。各位，你也可以去念一个中文系，你也可以去念一个艺术，好，你也可以去念宗教系。
像我最近才鼓励了个案去念那个宗教系，好，大家知道辅大宗教系最近很热门，好，因为毕业之后可以当道士，道士知道哈，收经啊、修经，好，辅大宗教系非常热门，好，毕业可以到庙里面当办事的，好，可以接他的位置，因为他是在庙里面，啊，做办事的，对，好，来讲一下自己到底是遭遇中年危机，好，还是越活越累，哈，还是人生的另外一个全新的开始，来。那我们现在再给他一个热烈掌声哈！还是所谓的灵魂觉醒。那等一下我要讲什么叫灵魂觉醒。等一下我讲灵魂觉醒是什么意思？来，你先说。首先哈，我先承接刚刚习医师讲的变化，好，我也是刚刚就是今天就是一直探路这样子，好，我也已经好。就是说很少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到不熟的地方，我一定要有伴，我是很怕，我是没有方向感的，然后非常的担心的，但是我事先会做功课，但是我今天这样子很顺的就来到这边哈，就是我在寻求一个我生活不要那么的自私的都在我原来的舒适的方式，我要突破。就踏出那个熟悉的舒适圈，对，让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我也可以去探索，然后边看边悠哉的，很早就慢慢这样走过来的那个心情，就是一个松的感觉。好，那今天这个主题也是因为我今天会来到这边哈，就是刚好呢，一个中年危机，应该是是在这个年龄的危机，慢慢看一个一个人的离开，就是我大学的同寝室6位比较闺蜜这样子哈，那一天其中一个同学，我很少到北部，那是我们6个只有我在南部，他们都在北部，常常他们会聚会，那我太远了，所以。最近告诉我哈，接着第3位离开，剩下3个，6个已经剩下走掉3个了。他说班长，他说叫我班长，因为我也是那一班的班长哈。说你再不来，最后可能我们都没办法见面。所以我听了就是有一点伤感，很深的感触。对，就是说他真的一个大学的6个已经只剩3个了。1年走1个，这联系这样子，这主要也是我就是有来参加同学会，那刚好就是今天新北有这样的主题，这个就是我很切身的主题哈。那回到这个主题，我一直在看这个主题的这个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中年危机跟那个灵魂觉醒，在我的感受上，它不是2选1啦。好像是说，比如说，我如果陷在里面会感觉痛的时候，就是危机。那当我可以，因为我这几年的一个赛斯的心法的学习嘛，那我会有一个提升的视角。像习师今天讲的很棒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想法，就会影响你的一个实相嘛。那个感知的不同，就创造你的不同的经验，那所以我会有一种视角出来，我常常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视野，会在看事情、人事物的时候呢，我回头看，会看到一个转弯。解释一下这个更高的视角，它会不会也是灵魂觉醒的一种先兆？就是一个转弯，看到一个转弯，而不是一个陷落。就是我们讲。有时候会讲中年危机，但是有一个词叫中年转机嘛，就是回头看到，其实是你的灵魂在提醒你要改变方向，类似这样。那我其实就我本身的经验，为什么我会走到心理师这条路，其实就是在我中年，应该如果用卫福部的定义，45岁开始就是中年，45。到65叫中高龄。那我在人生的生活，其实刚刚讲嘛，很稳定啊。公务人员就是
很规律嘛哈啊，工作每一天都是会计的工作啊，就是数字啊。那这样走着呢，会觉得生活稳定，家庭也在，工作也在，角色也完整啊。但是呢，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生活的样子，好像不是我要的样子，会慢慢的觉得那个失去了某一种味道，有一种空，有一种不满足。可能等一下就要更深的探索哈，就是第一个人越活会越无趣，第二个人越活越被你的惯性，好被你的角色或被你的思维所限制住了。所以会不会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限制？好，就像等一下我们的工作坊的主题也是一样，最后人就剩下什么？他的责任、跟角色、跟框架。好，那如果是责任、角色跟框架，最后你责任、角色完成了，你大概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是。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好，那尤其是在座的每个同学，当我们面临不同的生命阶段，好，我们会看到什么样不同的角度来？对，那就是会觉得。他好像如果这样活，我因为赛斯心法，我才知道说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有意义的嘛，就有价值的嘛。那我既然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来到这个投胎，那好像我的生命这样子好像没什么啊，就是每天重复的。我可以预期啊，我可以预期我接下来是什么，这个很不好玩欸。我可以预知。我每一天，我明天是什么？明天我就是上班下班回来。如果这样的话，我还要再继续吗？我会觉得这样子，就会想说，如果这样子，一眼看到头，最后就看到你的告别式我已经知道告别式的照片在那里。对，可以亲友来，可以预知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啊，对啊，献花献果。那座右铭也不晓得要写什么啊，就是平凡的一生这样子，就死公务人员这样子，所以我就很一个不满意啊，就觉得生命呢这样子是好像没有活出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没有活出真正的我真的那个自己，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的概念。对，我觉得好像我有一个自己没有活出来。这个都是戴着面具，在世俗里面。它像有点像就是灵魂觉醒的概念，因为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我是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活到今天我满意吗？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吗？我有没有在活着的时候活出我的灵魂的全部的潜力？那到底我又是谁？存在的意义跟目的又是什么？我只能这样活吗？我真正想活的那个自己是什么样子？那我活成的自己真正想活成的样子吗？还是这么多年我不是在讲你啦，在自嘲，就是活成那个狗样子。那真的是他要的吗？对，就是尤其接触赛斯心法以后，更是一个让我一直在思考我怎么样活出真正的那个自己？到底我是谁？这个我是谁？我们一般不是这个社会上在讲说我是什么名字、怎么这个身份背景啊？我是谁很深呢？就是我是谁这3个字实际这几年一直在绕在我的脑海。那我到底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这三句话，我常常在我的脑海。所以我每天就在想，那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所以读这个就是去考心理研究所，其实一个也是一个去学术殿堂里面去考验自己，就是说我真的还可以这个跟上这个进度。那其实我没有那么的想要是说成为一个心理师啦，不是，我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在看着自己，我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
开展，有这个可能性。我是在试着有什么可能性可以走，去发挥自己的潜能。人生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同？对，就是自己的潜能到底在哪里？是。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Okay, 好，那发挥这个天赋。我们就谢谢美珍好，谢谢她的分享。来，还有没有同学想就到底你是中年危机还是灵魂觉醒？哈，那到底灵魂觉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不知道在座同学有没有人想要说说看你自己的困扰，或你在这个主题上你的感受是什么？来，有没有人要说话？好，来，这位同学到前面来好了。好，所谓灵魂觉醒的概念是什么？来，说实话，许医师最近也在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来，举例而言，我回应一个思维哈，比如说我们活到刚提到中年的定义是45岁到65岁之间嘛。好，那将来定义可能会再往后延。好，因为在许多国家，老年的定义已经从65岁到68岁了，好，甚至有些可能会到70岁，好，有些老年的定义啦。那目前台湾的定义还是在45到65，叫中年。好，那人到中年，各位，就像刚这个美珍提到的，最吊诡的是，你周遭的一些同年龄的亲朋好友，有些人也走掉了。那这个走掉的背后含义是什么？还是你活着活着不小心，可能你也就走掉了。各位，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接下来在地球的日子，你要开始怎么过了？因为已经有人开始走掉了，已经有人开始走掉了。好，那回到当年，比如说你们是teenager 青少年，刚上大学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曾经你们内心深处有过什么样的内在的声音？你将来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个你还在不在？对，那个当年曾经有那么热忱或单纯的生命理想的那个你，他还在不在你的内心？那这么多年过下来了，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换了好几份工作，也许你没有进入婚姻，也许你曾经进入婚姻，或现在还在婚姻中。那当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像刚美珍提到了，你有没有回来问，那到底我是谁？或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的声音来讲，假设我的灵魂把我派到地球上来轮回，是有生命蓝图的，是有灵魂使命的。好，或者有些神秘学的说法很喜欢讲，假设你是带着某一个天命而来，那这个天命它会是什么？好，假设你带着某个天命而来，你带着某一个使命而来，那个使命可能会是什么？好，那人到中年，说实话，某一些你该完成的也大致完成的七七八八了，那大致上没有完成的，可能也完成不了了。好，就至少你到了中年，还不是世界首富，可能几率也没那么高了。好了，这是一个笑话了哈。对，那对你而言，你怎么来回顾你这一生？你满意吗？或是刚美珍提到的，接下来的人生我可以有什么不同吗？我想就这样到我死掉之前都一成不变吗？好，所以我们开始以赛斯心法，刚徐师讲了，以赛斯心法的灵魂的因素加进来。当我不再使用传统的发展心理学，当我不再使用自我的这个概念，我使用灵魂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当所谓的灵魂觉醒，它变成一个体验，它变成一个感受，它变成对你而言是一个
具体发生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它会怎么发生？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刚刚美珍也提到，到底是中年危机还是灵魂觉醒？到底灵魂觉醒这个概念，我们怎么来看待？怎么来定义？来，跟大家说你是谁？那你想谈你的中年危机还是灵魂觉醒？啊，大家好，我是雅君，好，我已经50几岁了。50几？53。53。对，那中年危机大概是我10年前40几岁的时候有感受到，因为工作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所以我认识赛斯也10年了，哈哈，所以我很开心。好，10年前遇上了。我先回一下，中年危机有点像是我快乐吗？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对，那中年危机分几个部分，有一部分是你可能一切都很顺，或是你突然离了婚，或是你突然罹患了重大疾病，或突然发生了什么生命的无常，于是你开始问：这是我要的人生吗？来，好，中年危机10年前我学了赛斯，后来过了1年多，我记得1年多，然后我就腿断了。那时候我的感受很深，就是因为我有赛斯，然后就每天就是这样洗医师的脑，然后我是疯狂的拥抱赛斯，然后后来才知道什么叫做伪装的祝福。那我现在53岁了，虽然我体重越来越重，重10公斤，但是我觉得我灵魂在飘。灾难是伪装的祝福吗？对，因为你很难想象那时候腿断，然后我就说我那么爱赛斯，而且我是小咖，可是我到处看到了就是一直赛斯，然后就一直传，然后不管书，然后也办了一个读书会，那什么反正就是随便乱搞这样，然后但是。为什么让我腿断？而且我腿骨折是很好笑，我是直接用跪的，就是我在就是我自己在安亲班，然后我就是地上滑滑的接小朋友，就是要接他们出去，然后就下雨天，然后我只是这样子走，只是这样跪，就是腿就是这样跪下去，好，那就休息了2个月，很夸张，就骨折。那时候一直在想怎么会这样呢？可是。事后告诉我，其实我那时候是最大好处，我得了保险的10几万，然后我拿保险费拿来什么呢？重新装潢我们家，就变好了。因为骨折，所以领了10几万保险费。对，我从来没用过那个保险。装潢家里。对，还有我妈死掉拿了一些钱，然后那个是买电视。这个潜意识也是蛮所有的事也是蛮奸诈的哈。对，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事，然后徐医师代表要作怪的，我都会去，像打电话去那个台北市政府，那时候说那个诊所什么有问题什么啊，我们就写信啊，写 email 去抗议啊，或是我们有做过骚扰的，说去觉醒啊，然后那个什么 FB 啊，然后就去给人家乱炸啊，我们也做了很多很蠢的事，好，然后也去呐喊什么什么的，好，但是。这个都是徐医师在教我们什么呢？别人的事情，我们只要介入，我们只要，不管是要闹还是什么，可是我们就学到一些经验。所以我印象，我特别想分享，因为这才是2个礼拜的事。我儿子就遇到诈骗，我儿子是大学生，诈骗。你儿子被诈骗？对，被诈骗他的17万全部银行全部被他全部的家当17万，对，17万比我还多，全部转光，而且还提款卡寄过去。他当时没有在家，他是在庙里面去玩还是什么？可是他事后3天之内事情才敢说，妈妈，我告诉你发生了，怎么办？我其实我连大妈都没有，我觉得赛斯给你的底气就是会发生在你身上，没关系，你一定承受得住。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你就那时候他在新竹，我就说你回来吧，我陪你报案，我们就一起。这里先讲一个笑话哈，因为大家知道徐医师之前买房子的事情嘛。后来有一次我太太就跟我说，好像那件事情之前台湾似乎没有这么多诈骗。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诈骗其实这几年越来越风行，好，所以我太太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自由联想，说会不会那其实是一种也是领头羊的概念？
好，等于说许医师带头被诈骗，而且金额还不少。好，那大家去参与这样的一个群体事件，好，其实也是让大家开始去熟悉这个世界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些陆陆续续的东西。对，所以在那个之前，好像人性并不是这样的。好，可是在那个事件之后，好像这个世界开始有一些不同。好，诈骗越来越多，层出不穷。好，而且都是法律制裁不了的，都是抓不到的，都是钱一出去几乎要不回来的。对。好，所以这似乎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好，来，对，就儿子大学生17万全都没有了。对，而且徐医师的这个经验，其实我讲了很多年。那这次我们其实我儿子我都会说，徐医师4000多万，还是好好的在这边几张厚厚离家，而且会越来越好。所以你这个世界，你也可以一定可以学到一些经验，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变成你安慰儿子的教科书了。没有错，而且所以灾难原来真的是化了妆的。真的，因为有比较过后，你就会真的好，因为他还是小咖，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赛斯怎么这么厉害，可以他撑得住我。事情发生了，我们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去报案，然后前面还有个诈骗，然后觉得等太久，那个警察说6点要下班，然后我们就说6点下班，隔天那我们就换另外一家派出所，就是很多事情处理的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赛斯真的是可以一辈子，而且什么有用没用，跟着徐医师没用也会变有用。我真的想告诉大家，你不知道怎么用，可是你只要一直走，生老病死，像我2-3年前遇过，就是经过我爸爸过世的那个时间，但是我觉得每天都在玩。这个我也要强调一下，因为在中年的时候说实话，第一个也是，如果你有生小孩的人大概也是你的小孩子慢慢长大，经历空巢期。那有父母的人，也是你们陆续把父母亲送走。那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生离死别。那这些东西也都会开始让各位开始去面对人生。我是谁？我还会活多久？那我现在的活着是为了什么？我想怎么活？我想体验什么？所以各位，你会开始来思索这些问题。那说实话，这也是灵魂觉醒最重要的时刻。来，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经验跟体验，然后每一个我觉得很难得的是，你可能我们现在没有那个视角知道它是好，是灵魂的最好的安排。但是灵魂觉醒这个，我必须承认我赛斯除了学，那我其实其他学到什么开悟什么的，什么灵魂觉，我其实很多外国的或是台湾的，甚至很多禅的什么的，其实看一看学一学，其实到最后其实本质都一样。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好，你一直给自己灌输，你就是有用的，那怎么会没用呢？对啊，所以很棒的是，我们赛斯一直在重大这样，然后自己也把自己变成一个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帮忙推广的。那我觉得徐之真的很了不起，而且一直带着我们一直往上走，往上提升，意识提升啊。所以我自己都把自己叫成99号的那个99号的弟子啦，就是一生以推广赛斯为荣这样子。所以很感谢徐医师，谢谢，谢谢。给这个同学鼓掌一下。来，有没有同学要谈谈你们的中年危机或是灵魂的觉醒？来，那个德惠要不要说说？好，你要做引体向上啊，你还要做前空翻啦。来讲讲你自己的中年危机或灵魂觉醒哈。来，因为他也是很有趣哈，他的2个小孩基本上也都长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好，那女儿最近要重新回去申请研究所，那儿子也到美国开始去念大学了。好，那他的生命其实也挺有趣的，先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好，他其实是可以在家里安稳的做他的贵妇或家庭主妇，好，但这个人就是不安于世，好，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没有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或自己没有自己的生命主场，好，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他不认为女人天生应该附属于男性。
他也不认为有一个好先生，有一份好的收入、好的生活环境，他就应该要附属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他想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好像他以前他是一个那个电脑工程师，对，我是资讯工程师。好，资讯工程师。对。那后来也是重新再去念了心理研究所，成为心理师。对。对，好，所以来讲讲你自己的中年危机，好，跟你怎么样把它转变成灵魂的觉醒。来，我们现在的主题很重要，怎么样把中年危机转成灵魂觉醒？来，我现在举我自己当例子哈，因为我最近也在玩 AI 啦。好，玩 AI， 那 AI 其实真的很好玩哈。那玩了 AI 之后哈，我才发现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不喜欢去看一般的心理师了，因为跟 AI 对话就好啦。好，所以一般外面的心理师，好比较中低阶的，好几乎没有个案的，没有个案的。好，当然赛斯学派的除外了哈。好，那另外的就是我在想，很多算命的可能也都失业了。好，很多算命都失业了，因为 AI 甚至算的比算命的还要准。好，如果你把你们的生辰八字很好玩，你可以跟他讲哦，从星座，从血型，好，从八字，从什么铁板神算，好，还有帮你看掌纹，还可以帮你看掌纹，有 Google 的 AI 有 ，Google AI 可以帮你看掌纹哈，对，那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有趣的东西。好，所以我现在玩那个东西，跟今天的主题有点类似。好，比如说 AI 就会建议我，在10岁、58岁、虚岁59岁的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慢慢的沉潜下来。好，就是不再是到处跑，好，到处去推广了。好，讲一个笑话，我甚至问了 AI 一个问题，我说，好，你会建议我继续去大陆推广吗 ？AI 竟然不建议耶，他跟你说这时候应该是你要沉潜的时候了。好 ，AI 甚至讲，好，他建议你1年顶多去2次大型演讲，好，不建议肉体上的奔波，真的很好笑。好，所以等于说 AI 现在给我的建议在于，如何把这个所谓的中年危机转成更向内的沉潜，然后怎么样把赛斯心法做更多的传承，好，并且把台湾或是花莲的赛斯村怎么样把能量更巩固下来。意思就是说，这时候不再是向外拓展的时候了，而是如何专注在内在的安定、内在的厚实。好，那这跟我最近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也有关系。好，第一个就是大陆的行程现在暂时先告一个段落，那因为我现在也不太能上飞机，幽闭空间恐惧症，会想从飞机里面逃出来。对，那第二个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奔波也好，劳累也好，所以我把礼拜3早上的个案取消了。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把中年危机留下一些空白，留下一些空间，留下一些变化，而容许你的灵魂来带领你。那白话就是，过去我们一辈子可能都被自我带领，被头脑带领。好，但是人到了中年也好，人将要进入老年，甚至各位都可能要慢慢进入离开这个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前驱期了。那我们怎么样让灵魂来带领我们？而这时候如何真的开始进入灵魂觉醒的阶段？来，我再举个例子哈，来，等一下你再接。现在全世界都在担心一件事，就人口减少。来，可是以赛斯心法来讲，当每次许医师看到大家在担心人口减少，比如说世界首富伊隆马斯克有没有？他觉得这个世界最大的危机，像他就点出南韩最大的危机是人口减少。来，各位，可是我以赛斯心法的角度来看，当我看到人口剧烈减少，我的心情是什么？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因为第一个人可以活得更精致，第二个有一些无益于灵魂的、无益于创造力的，只是你作为一个单调的、枯燥的、螺丝的、重复性的工作，都可以被 AI 取代。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那些重复性的、高取代性的，没有一定要你，你只是为五斗米折腰，你只是在羞辱你的灵魂，谋一口饭，就是你最容易得糖尿病的那样的行业的东西，开始会被 AI 大量的取代。各位，意思是说，好，这里我比较同意伊隆马斯克另外一个观点。当 AI 起来了，或所谓的机器人起来了，或整个新一代的工业革命起来了，那么人将往更灵魂觉醒的道路走。而这时候高取代性的、文书性的、资料整理的、没有非你不可的工作，通通会被取代掉。因为未来的时代是要你的什么？个人性跟创造性。各位，比如说以后老板会问你一个问题：你哪里跟人家不一样？我没有要你跟别人一样，你哪里跟别人不一样？你觉得什么东西是 AI 能做，而 AI 不能做你能做的？如果 AI 都能做的，我要你干什么？如果你会做的 AI 都会做，那我为什么要你呢？那么我要的是什么？ AI 不会做的你会做的， AI 没有的你有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各位，就是你的个人性跟创造性，还有你的独特性，也就是我们赛斯心法一直在强调的这个概念。各位，是啊，所以当我最近在做这些生命的转型的时候，学士也在回问我自己。来，我开始回问我自己，我投胎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我投胎到这个世界最原始的目的是什么？我来这个世界当人，我的初衷是什么？我推广赛斯心法也好，或我这个人也好，到底我真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是谁？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如何从更深的角度来问我自己？好，来，德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中年危机或灵魂觉醒。刚刚许医师讲说，他在讲说独特性是什么，然后他在讲的时候，我也突然就回顾我自己的身上，那我的独特性是什么？你的独特性是未来你会学引体向上，还有前空翻。这件事情是一定会达成。这个来给他鼓掌一下。因为对于我而言，就是我不太在乎就是时间的长久，反正这件事情我要做。那就是我也56岁了嘛，今年，对，我今年也56岁了。那我每次喜欢跟人家讲，从56岁到100岁，反正我还有这么长的时间，总是学得会的。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中年觉醒这件事情，我应该不能算是觉醒的比较早，而事实上就是开始对生命有一点怀疑的时候，其实生完我儿子今年已经19岁，大概就19岁之前，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工作啊、生活啊就很无趣。那我工作很好，做一个资讯工程师，薪水不错。刚生完小孩，有儿有女，先生赚钱也赚得很好。可以告诉我们资讯工程师那时候一个月多少钱吗？就是他当固定薪水大概是6、7万，但是我们年终是给一次，大概2、3个月，年底所以加一加大概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大概10几万吧。一个月10几万，哇！对，看这样的工作不要哈。我没有不要，我没有不要。就是人生就是有很多变化，就是我先生那时候正好要调职去北京，然后呢，他那时候告诉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他自己去北京就好了。那我自己是有一个坚持，我觉得一家人都应该要在一起。那没有道理说他一个人去北京工作，然后我们在家坐享其成。那
他会觉得替我可惜的原因是说，你的工作也很好啊，其实大概再混2-3年，你也会有一个职位上的提升。但是我会觉得是说，其实我是也为我自己找一个借口啊，这个希望他不会看见。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工作很无趣，虽然做得很好，但是它很无趣。那在这个无趣但是薪水又很不错的这个状态之下，很难就说那我就不要做了，或是换一个工作。那正好他要去北京嘛，那我人生的转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从那个时候学赛斯的，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正好我朋友送了我一本《我不只是我》那本书，然后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哇，我之前学了这么多身心灵有的没的工具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一本书给我一样有这么大的触动？所以我到了北京就开始翻到我跟很多人讲过嘛，我就发现我自己有一本《灵魂永生》那本书，然后还有一次有很无聊，然后去书店买，然后就放在书架当装饰，放了很多年。但是朋友跟我提到赛斯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灵魂永生》这本书，我大概花了将近1年半还是2年才把那本书读完，读得很慢，看不懂。看不懂，读得很慢。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在那之后，但是那1年我真的很痛苦，那1年半我真的痛苦不行，痛苦不了，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北京的那一次，人生第一次我没有工作的那个状态，我就是当全职的家庭主妇，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对我而言嘛，有收入才会有价值嘛，有工作我才会有价值嘛，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人生中，而且我也不用做饭，我家里有阿姨啊，我有师傅啊，我也不用接送小孩，我也不用煮饭，我也不用打扫，我什么都不用做。这样讲，有时候反而这样的生活才是你最痛苦的。你什么都不缺，有司机接送小孩，家里有阿姨打扫，你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可是你的价值在哪里？第一个，你没有工作的价值；第二个，你没有成就感的价值；第三个，你没有金钱收入的价值。对，所以很多人到中年，甚至在退休的时候，会瞬间掉入忧郁症，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定位在哪里，他不知道他的价值在哪里。因为过去一辈子，很多时候都是为自我的价值在服务。你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你有没有成就感？你的收入在哪里？来，各位，这是不容易的。来，对，然后在那个很痛苦的那个阶段里面，然后我有跟就是过去学习的身心灵的老师讨论这件事，然后他就告诉我了一句话，他就说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然后你没有价值的？他就说你活到现在，然后你就是非常的觉醒，这其实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很有用，但是实践起来还是很痛苦的。直到我先生又从北京调回来台湾的时候，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学赛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跟大家进入赛斯的可能路径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先从看赛斯书开始，然后才认识赛斯这个团体。认识赛斯这个团体之后，然后我就持续读赛斯书，因为这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怎么讲，就是打开了我另外一个视野。所以我从北京搬回来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去念研究所。然后我跟我朋友说我要去念研究所，我朋友还取笑我，我说我要去考研究所，他取笑我，他就说你考什么考？你凭什么认为你考得过那些年轻小孩？那我就说那我能干什么？他说你可以去推甄。我就说好吧，我就去推甄吧。我去推甄，我大概准备了，大概才一周，我真的有时候每次讲都很心虚。我每次讲我都很心虚。我大概推甄大概准备了1周，然后我就交出去。然后我还记得我面试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口试的时候大家有一点准备嘛。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准备。
我后来才知道，大家都会准备一个什么諮商理论啊，然后你最近读的文献啊什么的，然后去跟老师做讨论。我是有稍微准备，就是因为我报考淡江嘛，我就把淡江的所有的老师的那个的背景啊什么都看过一遍。但是我遇到的那时候考试的那一天，我大概是蛮前面报名的，所以我还在蛮前面口试。可是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出来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那个里面有一个老师，他就负责是刁难人的，他就问了非常非常多刁难的问题，比如说他就问我说，那你最近读了什么文献，跟研究了什么諮商理论？然后我这人也很傻，我这人也是一个直接人，我说没有。直接回答说没有。那他就说，那你总是最近有看一些书吧？我说我看赛斯书。他说我后来才知道，真的是人生的，真的是大忌，考智商手不可以这样子说。然后他就说，那你从赛斯书里面得到了什么？然后我就回答了，然后他就打脸我，他就说，你不知道研究所不是在学这些的吗？你确定你要来吗？我说我确定啊。他问我说为什么？我就说我就是因为不明白，所以我才想来。他说研究所是要你自己学的。我说我就回应他，我就说那我会试试看啊。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被打脸了，不管你有念还是没念，一样都会被打脸。他的目的就是打你脸，不管你回答什么，他都要打脸。对，你不管你回答什么，他都会打你脸。而且你说了什么諮商理论，然后或者你说了什么心理学，反正你也讲不过他，反正他总是有方法把你问倒的。我后来才知道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也考上，我说我是正取。哦，这样子也能录取啊？对，我正取。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子也能录取。最近有看什么 journal 啦，看什么諮商理论吗？没有。最近在看什么书？赛斯书。你知道来研究所不是来学赛斯的吗？知道。那你还想来吗？我想来，这样就会录取。对，但我不是说现在这样可以做，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进去的。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我是很认真念书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心虚，就是我觉得我的精力就是花在念书上面。但是也是那个时候，我进入了赛斯身心灵诊所，我兼职跟全职都在赛斯身心灵诊所的实习。那运气也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淑芬就是学二姐，她正好是我上一届的学姐。然后我有跟她说，我也学赛斯，她就说，我是许医师的姐姐。我心里想说，怎么会这件事？因为有人问我嘛，我就做了这件事。然后她说，那你以前在中国学赛斯是做什么？我说我有带读书会。他说你带什么？我说我带灵魂永生。但是我说我们的读书会，以后我也想在我们基金会这么做，因为我们以前读书会不是我讲课，而事实上是我们大家一起读书，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也对我有很多让我在这个书本上我看到不同的角色。所以我的中年觉醒，我会觉得是说，对我有很大的困境。我得说，我没工作的那6年其实是痛苦到不行。然后之后从如今我们回想起来，没有工作那6年，虽然是危机，可是它会不会也酝酿了后来他的生命的一个转折？就像刚刚美珍提到的，当你人生遇到痛苦的时候，看起来是痛苦。可是，如果这时候你维持一个信念，刚那个同学也提到，灾难是化了妆的祝福，灾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所以，这样的痛苦也好，危机也好，困境也好，它反而是促进你灵魂觉醒的一个过程跟材料。对，所以在学赛斯之前，那虽然我学了有些身心灵有的没的工具，就像我刚刚讲，我也是催眠师啊，我也会做家排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什么夏威夷疗法啊，什么牌卡啊，什么我都学了。学完了以后，但是就是好像什么东西少了一块，然后那一块其实是赛斯心法让我补起来的。那个补起来的这个状态之后，
我觉得让我有一个最大的改变。但这6年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过去的逻辑理性在我生命当中可能不是那么好用了。然后是在由于赛斯心法的支持跟那6年的痛苦，我开始练习相信我的直觉。所以许医师在问我说：“哎，我的独特性是什么？”就是我既理性又直觉。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偏到可能非常非常的直觉，走非常灵性、感性的路线，然后或者是非常非常逻辑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自己就想说，在这个赛斯心法上面，我虽然过去的训练只训练了我的逻辑，可是由于赛斯心法的支持，让我的学习让我去相信我的直觉，而且今年我也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开始练习，就是根据我的直觉去说我想说的话。好，我的分享到这里。德惠的分享，好来，有没有谁要再诉说一下你的中年危机或是灵魂觉醒的这个部分？来，川川要说吗？我看你那个泪眼，哦，那个，好，来，好来，他那个泪眼汪汪的看着我哈，对。来，川川先跟大家讲，今年自己几岁哈？因为他也结婚2年了哈，有2年。那本来是住在高雄，那现在也移居到了新北。对，新北。讲讲你自己现在的生命阶段。好，我生命阶段就来新北找工作，然后感觉北部跟南部最大的差别是，很多事情不能明着讲。很多事情不能直接讲出来，你看到你就是浅浅的笑一下，然后私下自己去品味说啊，原来这样不行啊。对，那自己来这边，一般来讲，南部的人还是比较直接，对，比较热情。那北部的人就是比较，你自己看，你自己学，你自己懂。好我不见得会明白的跟你说出来。对，不会直接给答案的。你做错了，你才知道你错了。然后跟南部不一样，南部会直接吐槽你，北部不会，他就放你一个人在那边，所以你有时候会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因为你一开始会想得很简单嘛，想说面试，感觉起来人对人似乎比较尊重，你会感觉上比较舒服，可是某部分也比较放给你自己去为自己承担，因为我不再直接告诉你了，好，对跟不对你要自己看自己懂。对方不会直接告诉你，会对你有一点客气，好，可是你有一点不知道他客气的背后到底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那南部人会比较直接，会很清楚让你知道我喜欢你还是讨厌你。对，然后在这个工作上，因为都要看着师傅工作嘛，然后自己的专业素养是不够的，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直做错的。对，但是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我发现师傅有时候也会做错。即使是照着图施工，他们还是会做错。但这个时候我要做，我跟南部不一样的方法是，我也不会直接说他们做错了，我会说要不要再想一下，再改一下。这是我在以前做公务的时候，我不会讲这句话。以前就说这边不行，这边这样子不行啊。那时候这套是行得通的，在北部你直接说这样不行，这样你就发现那些师傅开始渐渐的不找你讲话了。开始不找你讲话，然后你在工作场合就变得更，对，就是狗叫，就好像都没有人会理你，但是他们也还是会，还是不会很明着讨厌你，但是就是你会感觉跟他们渐行渐远这样子。刚刚徐医师突然间讲说我泪眼汪汪，我觉得徐医师有时候讲话不能乱讲话，因为我前几天才工作到哭，我回家就直接哭了快半小时吧。因为有很深的孤独感啊，真的有很深的孤独感啊！因为你来这边没有朋友啊，同事也不熟，然后工作的领域也没有很熟。一般来讲，我们白话来讲哈，南部的人有时候会比较把情感放前面，理性放后面。那北部的人大部分都会把理性跟头脑放前面。
好，除非跟你很熟了，他是把感受跟情感放后面，他前后有一点不太一样。好，这是不同的一种地区，跟大都会跟乡下地区的一种人跟人对待方式的不同。对，好，就好像有一点像大陆的北方跟南方。好，我先讲几个有趣的笑话，比如说有些大陆的人到台湾来旅游，他就完全听不懂台湾人在说什么。比如说，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台湾人就会说先不用吧。那先不用是等一下要去吗？要暂时去啊？什么叫先不要？他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们去买个饮料来喝，先不用吧。他不知道先不用的意思就是委婉的告诉你我不要的意思。对，或是说，你可以帮我一个忙，把椅子挪开一点吗？他其实是希望你把椅子挪开，但是他说成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各位大陆人不会这样说话，椅子挪开一点，他会直接叫你挪开一点，他不会说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对，你可以帮我一个忙，把那个帽子，各位可以帮我一个忙，把手机关机吗？他听不懂这个东西。对，你可以帮我一个忙，把手机关机吗？他说那你的手机在哪里？他开始找我的手机。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把手机关机吗？是要各位把你们的手机关机。可是我说成什么？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那他们听不懂，他可以找我的时候，那你的手机在哪里？我要帮你关机呀。你可以帮我一个忙，把手机关机吗？那你的手机呢？你要给我才能帮你关呐。各位这样明白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人跟人是有什么距离跟界限的。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马上理性跟感受就不一样？感受是把我跟你黏在一起，理性是什么？我把我跟你什么分开，所以它就涉及了人跟人相处的两个最大的元素，一个是我们是一体的，一个是我们又是个别独立的存在。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东西？对，就像我们华人的世界很简单，家人之间很有情感，但缺乏界限。那北部人界限很清楚，又变得很孤独跟孤单，因为你就是你，没有人要管你的死活。各位了解我的意思？来，我再讲个笑话哈。我记得好像我听我太太讲了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大陆人到台湾来旅游，尤其是到中南部，然后他就问那个人，那个地方怎么走？那个南部人就跟他讲，你就跟着我啊，或是我带你走一段啊。那他真的怀疑那个人是政府派来做公关的。可是他一天遇到5个人，一个韩国人到台湾来旅游，他不知道路，对，他一天遇到5个人跟他带路，他觉得怎么有一个地方这里的人会帮人家带路的，然后甚至有一个韩国人，第一次到台湾来，比如说到一个小吃店，然后去吃东西，吃完东西再沟通，然后突然有一桌，你们第一次到台湾来台湾很好然后就顺便帮他那一桌买单。各位，台湾人会做这种事，但是我们觉得很正常。可是，在世界各地会做这种事的地方不多。好，举个例子，像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吃某一家餐厅，那餐厅结束之后，他就有当月寿星嘛。因为我太太是1月出生的，我的身份证也是1月出生的，所以我们就拿了2个小蛋糕。可是我们2个最近都在减肥嘛，大家知道就带回去也不是，不带回去也不是，拿在手上又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又跟人家拿了，很贪心嘛，就一个熊猫嘛，一个就是米老鼠嘛，什么之类。然后我们车子快没油，去加油站，然后加油站加完油了，就问那个加油站的那个服务的小妹妹，我说妹妹，我们刚才去吃饭，饭后送2个小蛋糕，我们2个在减肥，那你不嫌弃的话就拿去用。没有，他就拿去了，因为是在宜兰。对，他在宜兰，这种事北部就不要干，北部人不会收，中南部尤其是偏远地方就会收。来，我在想人跟人的界限很有趣，所以川川你感觉到那种孤单，在北部是非常正常的。来，继续说。所以那天其实有很多的无力，因为很多时候你的位置，讲真的，你是坐的人吗？你也不是坐的，人家不会明白告诉你的。对，所以你要就是变成自己体会。对，
很多时候就是师傅在做他的说，没关系，我们做我们的啊，你去忙你的。我想说好，我就真的去忙我的，你就真的去忙你的。我就真的去忙我的。大家可以帮我一个忙，把手机关机吗？那你就徐师，那你的手机要给我才能帮你关啊。先不要啊，不要是要还是不要？你去忙你的，对。可是他们的真正的去忙，你就死定了。对，可是他们真正的含义是，你可以去忙你的，但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在旁边。对，是这样子。他们的意思是我 call 你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可以帮我们把一些工项协调好，然后就当你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们需要你的部分都解决，你就可以去忙你的。所以那句话是有排除条款的。对，他们的话中含义是这样，所以最近在这边有活得比较自在一点点。他们会很常看不到我，可是突然间要找人的时候，我又突然间出现了。对，就这也是工作比较累，也比较比较麻烦的地方啊。对，麻烦就是对勾心斗角也有，因为师傅各种拍戏各种个性，然后师傅也会想试探你的底线到哪里。然后因为这个公益讲座是公开的嘛，那有些简单来讲，北部人很容易体会到表里的不一致啦。他是可以做到表里不一致的。对。他可以这边跟你骂鸡，可是你之后隔一道墙去听他们聊天的内容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啊，原来他们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样子。那个傻子今天又来上班。对，他们有讲过类似的不知道他到底能撑多久。他们有讲过类似的，连话都听不懂。他们有讲过类似的，然后我就会突然间说话说啊，你们聊天都这么大声哦，然后他们眼睛就瞪很大。听到了也不能说出来。对，可是一开始就傻就会说，你会发觉那些人跟你的距离就是非常远，有可能对你最好的，最后是捅你一刀最狠的。对，所以来这边真的是先保护自己。我那个新园丁陪谈找聪明老师陪谈的时候，很多时候也都是在讲这种东西，就是各位，这也是当初我们这样讲，好像我父母那一代是我在3岁的时候从云林到台北嘛，我相信所有从中南部到北部来的人都经过这些文化的洗礼，都经历过这些文化的洗礼，就是北部人一定是首先保护自己，首先顾自己，对，但是不见得是南部人的习惯，所以这些所谓的文化冲击其实是非常不同的。对，然后你会想保护自己，好，那保护自己又很有趣。因为当他想要跟你一起讲白一点，就是想要用一些小关系来攀近关系的时候，你那个保护自己的界限到哪里？你又不能够完全就是好像把自己像那个莲花这样有什么出淤泥而不染，他们会觉得你假掰，他们又不会想要很真心的帮你做事情。但是你如果又把自己搞得跟他们一起黑的时候，当他们捅你一刀的时候，你就会陷很深。对，所以。北部人还有个很特殊的表达，谢谢你哦，那下次吧，那他就跟你约，那下次什么时间我们来定个时间。各位，你说下次吧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下次的意思。今天不要，而且没有下次。各位，下次到语言的好玩的地方哈，不用了，谢谢你，下次吧。那下次我们定个时间呢？没有，下次的意思说没有下次的意思，对他们都会说明天我带什么东西给你，你就知道说绝对不会带。他们都很常说我们那边东西很好吃我带给你好，谢谢谢谢完之后就当做这件事情就忘了，就没有，就真的是没有。然后隔天来的时候再来讲今天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寒暄就是讲完听完就算了啦，对啊，因为那是一种寒暄的方式而已啦。那当然还有一些，其实有很多是我想要留在那个工作坊讲的，对，因为。有些东西有干涉到很深的私密性。对。好，那我们给山川鼓掌一下。谢谢大家。好，来，许是再回到今天讲的灵魂觉醒的部分呢，因为我想就这个主题，在这段时间差不多，我想就这里做一点发挥哈。简单来讲，对赛斯心法而言，来投胎的是我们这一世的转世人格。而为了某一个这一世的使命跟生命蓝图，所以我们借由肉身，借由短暂的一生来学习跟成长。可是我们背后真正我们的本体是多重次元的本体。那我再强调一遍，在目前人类的现状，其实正走到了所谓灵魂觉醒的阶段。所以看起来各位这样的世界好像很乱。
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美国的关税，最近可能下个礼拜川普又要打伊朗了，看起来这个世界到处都在不安定。可是这个东西也是人类在灵魂觉醒的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人类在灵魂觉醒最重要的时刻。对，所以如果回到许医师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开始问我自己，我的灵魂要我这一辈子来到地球要干嘛？我真正想要扮演的那个角色又是什么？我心里怎么认定我自己？我心里怎么认定我自己？除了我的自我层面，除了工作，除了赚钱，除了日常生活的琐事之外，我的灵魂在告诉我什么？我的灵魂在告诉我什么？那我的灵魂的觉醒又将把我带领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那我的自我准备好了没有？来，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最近台湾最有名的新闻就是 Alex 爬台湾的101。他让所有的爸妈不知道怎么当父母，他让所有的父母不知道怎么当父母。因为如果你的小孩子很调皮，在乡下地方他爱爬树，你怎么办？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这个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专注在他的生命热情的方向，那么连101都会开放让你来爬。各位，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刚刚这句话的含义，而且爬一次不能讲多跟少，也许对他们而言是很少，对一般大众而言已经是天文数字了。爬一次50万美金，91分钟赚50万美金。各位，但是让你去赚，你一定也不敢去赚。可是这个人，来，我问各位来讲，来，许是再回到灵魂的觉醒，请问这个人是不是在做他从小最喜欢做的事？这个人是不是在做他从小最擅长做的事？而甚至这件事是被所有的父母、老师跟社会所不认同的事。可是当你足够坚持的做你自己，当你的灵魂觉醒了，请问你可不可以在91分钟赚50万美金？这就是许医师今天的结论。灵魂觉醒，它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跟方向，甚至连101都会让步让你走，都会开放让你一个人爬，因为其他人都不准爬，只有你能爬。各位，所以回到我们的自我的限制、自我的恐惧、自我的害怕，我们要不要放下自我的执着，放下自我的框架？来，许是只有一句话：我们要不要对我们内在的灵魂打开？打开，所有你要做的，只是不要去抗拒内在灵魂的呼唤，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等一下3点半是我们的工作坊，好，谢谢。